荡，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和朋友遍布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雨水成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过往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。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家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它一定让你充满希望。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好像你不太开心呢，在想什么？是不是在担心你哥哥啊？你放心，医生不是说都没事了吗？那老高现在又被抓走了，再也没有人可以打扰我们了。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们今天刚刚结婚，就搞出那么多事情来。不知道你家人怎么想哦？原来你在担心这个啊？我家人怎么想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下次嫁给我，又不是嫁给我家人。你说的倒很容易哎。我今天只是给你亲生母亲敬一杯茶，就被你大姐这么骂，人家心里多委屈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大姐呢是出了名的大嘴巴，那。从现在开始，他要是敢来欺负你的话，我跟他势不两立啊！喂，你千万不要啊，要不然就会怪我破坏你们姐弟关系的。老婆啊，你为什么老是怕人家这个怕人家那个呢？你现在是嫁给我，最重要的是我罗家福疼你爱你，你管人家怎么想呢？老婆，我一定会让你成为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你一定要爱我一辈子啊 ？No， 我不只要爱你这一辈子，我还要爱你下辈子，再下辈子，再下辈子，再下辈子。再下辈子。过年哦，我碰到一个算命的嘞，他说他是从苏州来的，他跟我说，老板，你今年一定会行大运的，我可不是说着玩的嘞。我就把我的脸哦摆到他面前，我说，老兄，你看清楚，我这个倒霉相怎么可能会行大运？
你是不是要骗我的红包钱？你神经病啊！这样跟人家说话。哎呀，他们这些都是骗钱的啦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虽然我知道他是要骗我的红包哦，哇，我听他说我今年会行大运，我听了心里还是很爽嘞。当然爽啦，谁不想一开年就人家说你一整年行大运，对不对？好啦，不要吃花生啦，花生有毒的，等下你伤口生脓就惨了。哎呀，那个算命的还说啊，你不用马上给我红包，要是我算得准，来年你再包个大红包给我也不迟嘞。这招厉害，这招叫做以退为进。啊，以后啊，你要跟人家学，以后做生意可以用到吗？哎，我是卖贵的嘞，又不是帮人家算命。卖贵用得着啊。那如果人家问你，先生啊，这个贵好不好吃啊？你就跟人家说，先拿1块去试试看咯，不好吃不用给钱的。哇，这样我不是亏大本？那你说人家会好意思拿你1块贵不要给钱吗？谁会这样摇贵，对不对？说的也是哦，我自己也好像包了个大红包给他嘞。对咯，所以这招以退为进厉害啊！哇，你那个算命的真的是很厉害。厉害个屁呀！行大运，你看我现在，要是给我再看到他，我一定要砸他的招牌嘞。哎，那他说你会行什么大运？他跟我说，我今年会有财运、事业运、老婆运。哇，这么多运在一起，好像不太可能呢。就是咯，什么财运、老婆运，我看是霉运还有衰运呢。他还跟我打包票嘞，他说我今年农历9月一定会娶到老婆的。现在都已经是农历9月的最后一天吗？我的老婆嘞？就算嫁人，也不是嫁给我吗？是嫁给我弟弟吗？说话酸溜溜的，是不是暗恋你弟弟的老婆啊？什么暗恋？你不要乱讲话嘞！不是吗？要不然在这边喝酒，人家不知道以为你失恋了，借酒浇愁啊！神经病啊！喝酒就是失恋咩？喝酒不可以是开心咩？不可以是高兴咩？其实那个算命的也没有完全说错啊，你今天不是多了一个女朋友咯？啊？女朋友做啊做啊，就会变成老婆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再喝啦，喝这么多，第8罐了嘞。哎呦，我买一打嘞！这样说我还有4罐吗？帮我进去冰箱拿多2罐出来嘞。不要啦，喝够了啦。哎呀，我开心呐，喝多2罐没有关系啦，快点。妈，喝这么多，你看你的脸红得好像猴子屁股一样。你不帮我拿，我自己去拿了。哎呦，啊，好了好了，坐下啦，小心一点啦。我帮你拿。喝完这2罐，不要再喝了啊。知道了。很迟了，我要回了。你这样就回了？不然等天亮啊。你小心一点啦，不要喝到醉醺醺的，弄到你的屁股啊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那走啦。龙哥，你要我怎么补偿你？我要你。你干什么？来，掐掐死你！我要你。就说你说算了，我还是一辈子过意不去的。哇，
你很重嘞，小心一点。哎，起来，妈妈起来。哎，等一下，慢慢来。哎，小心点屁股，小心点屁股。哎，起来啊，慢慢来。啊，去房间。小心点。哎呦，小心。喂，躺侧面就不会弄到伤口了。慢慢来。我真的很想补偿你。补偿？你说什么？什么补偿？哦，当然要补偿了。我扶你扶到腰酸背痛啊，至少都要请我吃一餐。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啊？我要你。什么？好。喂，你干什么？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啊？佳倩姐早。哎，早，这么早就起来了？哦，我习惯早起嘛。今天是你新婚的第2天，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呢？不了，我觉得做人家媳妇还是勤劳点比较好，尤其是跟婆婆跟姑姑说。你管他们做什么啊？现在是什么年代？难道还要看他们脸色？我也不想为难家父嘛。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？哎，不用了，洗衣，衣服我都放进洗衣机里了。那抹地吧。哎，不要啊！等一下湿哒哒的，万一你滑倒怎么办？你要小心你肚子啊。佳倩姐，老师跟你说我没有怀孕。什么？那家福他怎么说？那家福真是的，这种事情他都能骗。我也拿他没办法，可是我真的害怕你家人知道啊。这件事还有谁知道？二嫂，家父瞒得了别人，就是瞒不了他。这个女人可真厉害，你可要小心一点啊。我觉得他人很好啊。有些人啊，你慢慢就可以看得出他真面目了。对了，家福要怎么解决你的肚子啊？他说，如果到时真的有了，就假期真做了。可是时间不对啊。就是啊，而且我不想那么快有孩子，他却说到时候就找机会说流产了。他这种方法他都讲得出来，简直是开玩笑嘛！这个家福啊，我可以好好痛骂他一顿啊！你骂他也没有用的啦，他就像是个大孩子一样，长不大的。我去抹地了。哎呀，大姐早。大姐小心啊！差点淹死我啊！地上怎么那么湿的？我在抹地。抹地是这样抹的，跌下去不是开玩笑的。去拿块布来擦干吧。哦。什么事儿啊？抹地小心啊，地上很滑啊。都不懂是抹地还是洗地啊？哎呀，一大早就听到你的声音在喊叫。阿娇，别抹了，没关系，很快的。别抹了，那去外面吃早餐。去了，去吃了。妈早。妈，大姐吃早餐。咦，这米粉怎么干巴巴的啊？你炒的啊？是昨天吃不完的。有没有搞错啊？隔壁的米粉怎么可以吃啊？那你就不要吃喽。帮我看看有没有面包。哦，阿娇啊，你不是8点要上班的吗？没时间了，快去准备。你等等，帮我看有没有面包，难道花你很多时间啊？喂，你自己没有脚的。妈的，你看什么态度嘛，根本不把我当成是姐姐啊！假期在去阿富汗之前，叫你去看他的朋友医生，你到底有没有去啊？他那个朋友是精神科医生，那又怎样？
我又不是神经病。佳琪说去看精神科医生不一定就是神经病，他是为你好，怕你最近压力大。我看也是，这些日子以来，你哪一天不是在发脾气，在骂人？有些人有些事啊，看了不生气啊，才是发神经啊。好像你那个新媳妇儿，昨天竟然敬茶给那帅女人喝，你说啊，我能不能够不给她脸色看？不要说我啊，连你自己的脸啊也黑过咖啡啊。我现在在说你呀，你说我干什么？佳琪是为你好，怕你压力大压出病来。妈的，现在的社会啊，有谁没有压力？特别像我一个单亲妈妈，要顾孩子，要顾事业，一个人孤军作战，又没有人可以支持，怎么会没有压力呢？但是又能怎么样？难道日子啊就不用过啊？等到真的发神经，才去神经病院哦，还看什么医生？我怎么会跟他？怎么搞的？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？哇，难怪哦，交警叫人家喝酒不要驾车嘞！哇，原来真的会撞车的嘞！哇，如果他要我娶她，那就惨了嘞，惨了！啊，怎么办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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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么办。我没有搞错啊，睡觉会睡到在地上。可能这个床太小，他想让我睡得舒服一点，就牺牲自己了。但算他有我的心。哎，你醒了？怎么样了你？要小心点，小心点啦！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坐上去，小心点啊！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对哦，我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说嘞？这里是学子的家喽。你怎么会在这间房间啊？对哈，我跑来这个房间做什么啊？奇怪了，你说嘞？因为，哇，头很痛哎，我头为什么会这样痛啊？昨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啊。对呀，你是喝了很多酒。我什么啊？你是不是要说你昨晚喝醉酒，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？等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，你是不是要说你是酒后糊涂？然后你就会说是我送上门，不关你的事。然后你就会拍拍屁股，翻脸不认人。是不是？不是。不是。当然不是啦。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吗？做了就要认，不认就是乌龟王八蛋呢。我就知道你不是负心的人。为什么我不恨死爹？大哥，大哥！哎，学子回来了，快躲起来嘞！躲起来啦！哎呀，躲哪里呀？做什么啦你？敢做干嘛？怕人家知道？我最讨厌偷偷摸摸的。哎，长。Hello， 长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是来拿东西的，很快就走了。哎，对不起啊。哇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要不要帮忙啊？
不用了。为什么会这样的？啊？因为哦，他什么他的了？为什么会这样的？因为哦，为什么会这样的？因为。哎呀，走了啦，还因为什么？这就是你用偷来的秘方做的啊？对呀，我是参考老板娘的独家秘方配料，再加上我的一番研究研制出来的。看你的样子，应该是成功了。我相信啊，我研制出来的酱料一定是非常美味可口的。如果成功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另起炉灶了。来试试看。你说这就是快乐鱼的祖传秘方啊？对啊，经过改良加工的吗？你很厉害啊！你加什么工嘛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只吃出一个咸字。用这个东西不如用盐更好，干嘛那么麻烦呢？真的有那么差吗？你知道这东西纸被放哪里呢？哪里啊？喂，我好心你啦，功夫没有学到，就要改良我阿公的祖传秘方。你只要做出一模一样的酱料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你不知道的，老板娘在做酱料的时候不准任何人在场。我是参考她曾经用过的配料，再加上我……在你的头啦！靠你很难啊，我自己想办法。我一定可以的，我们一定可以另起炉灶的。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整天都没有上厕所。佳倩，文文怎么了？文文，他不是去上学吗？他还能够上学吗？他不是给嘉喜打得很厉害吧？没有啊。怎么可能没有呢？佳倩，你不要骗我了。那他一定是给嘉喜打得很惨，一定是被打得遍体鳞伤，所以你才不敢告诉我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喂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嘉喜明明没有打文文，你为什么一直说有呢？你是不是想跟嘉喜抢文文，所以故意来找麻烦的？找什么麻烦啊？他一进来啊就说你啊，把文文打得遍体鳞伤。嘉倩说没有，他要硬说有，你说是不是故意来找麻烦的？林学志，你要跟我抢女儿，也不用用这么卑鄙的手段了。我才不相信你没有打他呢。以前他拿90分，你就发那么大的脾气，更何况他现在才拿75分。什么？75分？你开玩笑？文文怎么可能拿75分呢？你简直是荒唐啊！哦，你不知道啊？知道什么？没有。你什么没有？你讲清楚啊！文文什么时候拿75分？什么科目拿75分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是我自己做梦，我梦见他拿75分。是我自己把梦当真而已。做梦？你当我白痴啊？是高级华文对吗？他只是给我看英文、数学、华文跟科学的考卷。我问他高级华文的考卷呢，他说没有发回来，原来只考75分，所以他不敢给我看啊！是不是在这里？不是的。拿来。没有啊。考卷拿来。这不是考卷。不是考卷是什么？这个是合约。对了，我约了人家谈合约，我现在要必须过去签了。我走了。发什么狗屁？你做什么生意啊？有什么合约？什么考卷？这不是合约。给我！这不是试卷。喂，放手啊你！怎么会这样？
呀，这次的试卷真的很难呢。是啊，都说是高级华文，肯定要很难的，能拿75分已经很厉害了。是啊，这次的试卷我全部都看过了。这次啊，他们的老师啊，真的出得很难呐。就是哦。哇，你看这题，他们2人是很亲密的朋友，每天都见面，感情十分。喂，这是怎么读啊？哦，身后。就是嘛，你看我都不会嘛，所以啊，可见有多高级啊！那些老师也是的，出那么难的题目，简直是变态。不要说是5年级的孩子啊，连我都不懂啊。你不懂有什么奇怪？温温不可能不懂的，他从1年级开始，分数从来没有考过90分以下，他怎么可能一下子成绩掉得这么厉害呢？考高级华文那天，他是在你那边的，你是怎么督促他的？哦，问问一向来读书都不需要人家督促的嘛。你说什么屁话？什么督促他是11岁的孩子啊？你到底怎么？他是怎么准备他的高级华文的？他到底他在那边干什么？他到底有没有准备？你明天考什么？不记得。什么？明天考什么？你也可以忘记的。哎呀，大概是华文呐。有，我亲眼看到他很努力的在准备呢。当天晚上吃完饭了之后，就关在房间里面读书了。还有啊，他第2天要去考试的时候，他还跟我说：“Daddy啊，我的头有点痛啊。”头痛啊？那就是感冒喽。对，是感冒。哦，怪不得啦，生病还可以拿75分，已经很厉害了。是啊，我是觉得他已经尽力了。是尽力了，他回来我一定会尽力的打他。这样子不要啊，这些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打他。他今天放学了之后，我是会去接他的。不准。为什么？他今天是应该住在我家。他以后再也不会去你家了。你不要这样不讲理好不好？我就是太讲理，才把他的成绩搞成这个样子。偶尔考试1次2次考得不好有什么关系呢？一个人总不可能永远只有成功没有失败的吗？是啊，所以你失败，你也要女儿像你一样失败，对吗？对不起啊，学智，你把手机放在车上 ，Mr. Wang 找你找到很急，让你马上拨个电话给他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走吧。不准走！我告诉你，你们要怎么风流快活，我不管。不过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女儿。温温是我的女儿，她以后呢不会见你们，请你们以后也不要来见她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温温她也是我的女儿啊，1个星期我就只有那么1天跟她在一起就不可以吗？你不要忘记，在法庭上你也是同意的。不要用法庭来压我，你去告我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她等一下放学了之后，我一定会去接她的。你敢，我跟你没完没了的！我会去接她的。学智，哦，还在担心温温啊？你不知道，他打孩子很凶的。有一次温温数学拿了90分回来，被他关在房间里面狠狠打了15分钟，打到温温啊全身都是鞭痕。哇，考到90分还要打啊？如果我孩子考到90分啊，我肯定高兴到要死。他对温温的要求很高的。可是毕竟是小孩嘛，有时候顽皮一点，功课差一些，那也不奇怪的嘛。不，温温他一向很懂事的，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用功，什么时候应该松懈。只是这一次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在考试前的1天，竟然看足了1天的电视。你怎么不说他？我以为他已经准备充足了，所以不想给他太大压力。不行！什么事啊？我看我要先到学校去。哎，可是现在离放学时间还早嘛。我是怕佳琪她先到学校带走了温温。哎，对，我看你还是赶快先去吧。如果他还没到的话，你就先把温温给带走，免得放学时候跟他争。对，就这么办。哎，你手上的东西啊。哦。
那天我问你，你还说准备好了。不过看了你的成绩，一点都不像有准备的样子嘛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问问啊，什么事你要告诉蕾莉呀？蕾莉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也可以从中帮你解决问题的。是不是考试那天你不舒服啊？是不是你不小心写错了答案？那是什么事呢？问问啊，蕾莉一直在问你，你又不说话，这怎么行呢？你赶快告诉我吧，啊！那好，我就说，因为我觉得考得好成绩也没有什么意思了。以前我是为了不要辜负妈咪、daddy， 所以就尽量考得好成绩。可是现在你们已经离婚了 ，daddy 你已经有了女朋友，我妈咪呢？整天说为了栽培我，牺牲这个牺牲那个，那我用功来做什么呢？问问啊，你用功不是为了爹地，也不是为了妈咪，是为了你自己，为了你的将来，你知不知道？将来？将来就算我是大医生、大律师、科学家、博士又怎么样？你能保证我一定会开心吗？你能保证我结婚后就不会离婚吗 ？Daddy， 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人生是什么？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人生难道就是不断的追求好成绩？生命难道就是天天读书吗？啊？福楼拜说，快乐多，生命的乐趣也多。我要的是有乐趣的生命，这样我才有奋斗的动力，这样我才有考得好成绩的冲劲。可是我问你，我有吗？我有吗？对不起，问问，都是蕾莉不好，都是我不好。Daddy， 你抬起头来啊！我 ，Daddy， 你不要一碰到麻烦就低头，不要一碰到事情就先说是自己的错。那你要我怎么办？我不能教你怎么办，应该自己决定怎么办。是的，我是应该活得比较有主见一点，我不应该什么事都在退让，什么东西都在忍。文文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要跟蕾莉在一起，蕾莉会全心全意的照顾你的，蕾莉会让你快乐。我也不会再交什么女朋友了，即使是有美女从天上掉下来，我也不会去看她一眼。Daddy， 文，你先听蕾莉说，我不会再让妈咪打你的，我更不会让她再逼你读书读书。你说的对，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快乐，而你还是一个孩子，你应该快快乐乐的过着你的童年。蕾莉不期望你变成是一个天才儿童，也不期望你以后长大做博士、做医生，只要你能够快乐就行了。Daddy， 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，我是知道你怕我难过。不过问问，蕾莉告诉你，蕾莉是不会难过的。妈，做不了博士，做不了医生，也没什么了不起、大不了的。只要能够做一个小人物，做一个平平凡凡的人，也是一种幸福啊。林学志，你给我开门！妈咪来了。林学志，蕾莉是不会让他打你的。你赶快进去房间，把门锁上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准开门。来。快点开门啦！要把门踢开了。Daddy， 我不要你干嘛你？进来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准开门。林学志，你开门啦！开门 ！Daddy， 哎呀，惨了，是弄巧反拙了。想不到你这个人那么阴险，文文还没有放学你把他带走，怪不得他成绩那么差，原来有这么个不负责任的爸爸。我不带走他，难道要让他被你带回去毒打一顿吗？是啊，我打他又怎么样？你知道我打孩子从来不会手软的。打孩子根本不能够解决问题，你只是让他们心灵上留下创伤和阴影。为什么你不能够心平气和的跟他谈？知道他的心理世界，知道他的问题呢？谈什么谈啊？我是妈妈，她是女儿，她就得听我的，不听我就打，就这么简单。文文，你给我出来！
舅妈，救命！你不要跟我躲了，你给我出来！嘉喜啊，你为什么不能够冷静一点啊？你没有看新闻吗？中国就是有一个老师啊，打了他学生一巴掌，他的学生啊就忽然间神经失常了，这个就是体罚的坏处。我神经失常都还没轮到他。文文，你给我滚出来哈！文文，你不用再叫了，是我叫他不要出来见你的。林学志，你要跟我作对什么？我不是要跟你作对，我只是为了孩子，我必须要这样做。嘉喜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从今天起，温温就住在我家，他的生活一切起居我全权负责。放你的口令！你敢这样做的话，我就报警，说你绑架。你要报警就报警，总之我是不会让他被你带走的。你去死啊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你敢惹我，我拿刀砍你都敢的。你已经是疯了。如果温温跟你回去，他不被你打死才怪呢。她是我女儿，即使我打死她，也不关你的事。难道她就不是我的女儿吗？你要女儿，好啊，找那个贱女人帮你生个够啊！谁是贱女人啊？你要问我啊？今天早上贾拿电话进来，故意走在我面前，故意来跟我示威。哈，那么 cheap 的女人都看得上啊？啊，原来啊，你有这么 cheap 的品味。温温跟着你，那不叫温温啊，干脆叫 cheap 好啦。去，我的天哪，亏妹妹想得出来。哎，不要啊！林学志，妈，怎样了？要住院了。啊，他把佳琪踢到新医院，还是不是男人呢？大姐夫也要住院的。活该哎！我是说，男人打女人就是不应该吗？去捡你的东西吧。哦。怎么会搞得这么严重啊？他们的小腿骨都裂了，还要糊石膏。那温温呢？他说留在医院陪他爹地妈咪，晚点我才接他回来。哎呀，为了孩子的考试，搞得2个都住进医院，讲出去人家谁会相信呢？妈，这未必是件坏事哦。嗯，怎么说？像大姐和大姐夫同住一家医院，说不定有机会互相关心，还有可能破镜重圆的。啊？你说会有这样的机会吗？当然有啊，有温温在，他可是诡计多端的。这个鬼灵精，他在搞什么？难道我还不知道吗？他连做梦都希望他父母啊复合。威廉，你在干什么？去捡你的东西啦！哦。温温是很懂事，不过毕竟他还是个小孩子，大人的感情是那么复杂，不是他这个年龄可以理的。那倒是，你看这次不是搞到他父母都住进医院，真是苦了他一番心意。就让他去吧，可是你要提醒他，千万不要把学业牺牲掉啊！你放心吧，温温很机灵的。他说这次啊，只是高级华为一科失手，不影响整体的成绩的。这个小孩子诡计多端，希望皇天不负苦心人，让他们一家团圆啊！雅琪啊，假期还没有消息吗？都1个多星期了，怎么连1个电话都没有打回来呀？我打过电话去问了，那里的人说阿富汗山区交通不发达，可能是延误了。这2天我的眼皮老是跳，我的心呢也是七上八下的，真是。放心吧，佳琪不会有事的。是啊，当然不会有事，会有什么事儿呢？哎呀，我这个人呐就是这样，你千万不要为了我而影响到。雅喜啊，怎么我看你好像又瘦了？最近胃口不是很好。怎么吃了还是反胃啊？那有没有去看医生啊？医生说是老毛病哦。你的胃不好要小心呐，工作尽责是好，可是注重自己的身体也最重要。最好少在外面吃东西，外面的东西放的味精很多，对身体不好。我去煮一碗汤给你喝。好，谢谢妈。佳琪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我要你第一个知道，你就要当爸爸了。你快点打电话回来吧。喂，凯莹呐，树根没有啊？你干嘛了你？哦，凯莹呐，啊，树根呐，不对啊，树根没有来啊，好。跟你说啊，你给人家追杀。是啊，
谁又想追杀你呢？我老婆啊。哦，哎，树根啊，到底什么事啊？好像开英找你找得很急哦。他当然找得我很急了，他要把我杀掉。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哎呀，你姑姑她要去上海。去上海去玩啊？怎么没听他说过？哎呀，他也是昨天才告诉我的，我叫他不要去，他偏偏不听，所以我就偷了他的护照。你怎么可以这么做？姑姑找不到护照，一定急死的。哎呀，等飞机飞走了，我就还给他喽。你也真是的，开英一天忙到晚，出国旅行又怎样？大嫂，你不知道了，他是跟那个，那些三姑六婆去。那也没有关系啊，人多热闹啊。哎呀，大嫂，你不知道的啦，那些三姑六婆啊，他们很麻烦的，我怕开营他会被骗。姑姑那么精明，谁会骗得了她？说的也是，他这个人呐，说一句难听的，你想骗他5分钱都难哦。哎呀，你们不会知道的啦。根叔，开一追来了。不要说我在这里哦。大嫂，他是不是躲在这里啊？谁呀？树根啊？是啊，你找得那么急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？我今天去上海，去到飞机上发现护照不见了，一定是那个死人头给拿走了。你怎么知道是树根拿的？我昨天晚上明明收好的，不可能不见的。我刚才在机场打电话给他，他不敢接，所以我马上赶回来。知道吗？他一看到我就跑啊！不是他拿是谁拿啊？怪不得他说你要追杀他了。威廉，他在哪里？说他在哪里啊？我不知道。你呀，不开口说话不行吗？快！哎呀，他们怎么还没有回来？杰米啊，你别着急，坐下来等吧。飞机都快飞了。还有时间，这里到机场很近的，别着急。哎呀，老爸也真是的，1把年纪了还做出这么幼稚的事。刘先生，对不起啊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没关系，其实这也证明你爸爸还很关心你妈妈。我看到他们这么恩爱，我也很感动。即使是浪费那3张机票，那也是值得的。刘先生，你人真好。美丽，再给刘先生一杯咖啡。哦。杰米呢？你别那么见外了，叫我海参行了。那怎么行啊？妈咪会骂我没礼貌的。那你就叫我海参叔好了。这样不是叫老了吗？我也不年轻啦，我都42了。是吗？真的看不出哎，你看上去顶多30出头。不如我就叫你海参哥。好，就冲着你这句海参哥，到了上海，我一定要好好招待你，包你好吃好住的。那么我先谢谢海参哥啦。海参哥，你家人都在上海吗？我只有一个姐姐在新加坡。海参哥还没结婚吗？还没，不过我想我这辈子也不可能结婚了。为什么？哦，我知道，一定是海参哥眼光太高了。不是，我年轻的时候爱过一个女孩子，不过她在一场意外中去世了。啊，那么你就一直不能忘记她吗？有些人和事，不是你想忘记就可以忘记。哇，你好深情哦。就是哦，听到我的眼泪差点流出来啊！真的是太感动了。是哪一部电视剧啊？很熟来那个情节，一直想不出，是哪一部啊？天涯浪子不对啊，没有你怎么活也不对啊，是哪部电视剧啊？你有完没完啊？去做工啦？sorry。哦，我记起来了，是《负心的狼》。哎呀，这部电视剧是台湾的吗？活泼妈妈播到现在500集了，都还没有播完。还有啊，那个负心的狼啊，骗了20多个女人呢，不知道骗到几时哦。还有那个男的真是狼心狗肺嘞。够了啦！死人头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快点给我出来啊！除非你答应我不要去，要不然我是不会出来的。我跟你说，如果你不出来的话，我就跟你离婚。空气里灰尘模糊了视线，麻木却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，
无所谓的脸，一成也不变，仿佛生活出现了缺，皆不回从前。刹那间，一切变得很荒野。相拥划过指尖，来不及言。转眼。